Yo，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我们一样是在中国长沙，来到中国长沙呢，就要为大家带来很多中国这里的车款，很有可能是要引进 Malaysia 的啊，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比亚迪公司啊，即将带来更多比亚迪的子品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Denza 腾势的 showroom。 在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 Elevo。它不仅是有出各式各样的 car accessories， 也有出 quality 非常高的 Elevo Sunshade。像我的这一台 Toyota Vios 用住的就是这个 Sunshade 啦，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丁灯，或者你有粘很好的丁灯，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levo Sunshade。 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不仅是前方有啊，后面也是有的。一整套呢是4片，如果是一些 MPV 车型的话，会有6片。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连最后边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Sunshade。那这个Sunshade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所以你只需要这样放一下，它就会吸上去，不需要安装任何的 bracket。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 当然 ，Elevo Sunshade有分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那其实不只是有我这一台车的 Elevo Sunshade， 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 Sunshade。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啊，这个腾势的 logo 啊，看到吗？一个圆形这样子，跟比亚迪不一样，比亚迪是写 BYD 嘛 ，Build Your Dream， 这个就直接是一个圆形的 logo， 所以看起来会更加的 premium， 没有错。因为 Denza 腾势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比较高端、比较 premium。那 Denza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身后这一台 Denza D9 腾势 D9 呢，就是要跟我们熟悉的这个 Alphard Wildfire 对干的一个车型啊。但是今天我们不讲 D9， 我们留到接下来才讲。我们今天来讲的车更加劲爆，我相信更多人会更喜欢，就是 Denza Z9 GT、Z9 GT。现在大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今天刚刚发布的 Denza Z9 GT 这一台车呢，它真的非常的帅啊，而且它没有很多那些多余的线条，整辆车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它是一个 DMI PHEV 插电式混动系统哦，不管是从车头还是从车身侧面看，这辆车呢都非常的 smart 啊，很好看。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车门嘛，是有这个自动吸进去的功能哦。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它的车身侧面看到它的整个 design， 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wagon 车型啊。他们官方是没有讲这辆车是一个 wagon 车型啊 ，wagon 车型是我自己讲的啦啊。我觉得这辆车它就是一个好像 wagon 这样子的 design。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哦从这个车顶这边延伸到后面去，然后它的 spoiler 是可以展开来的，这一点真的太帅气了。这一个 spoiler 就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它像 Panamera 的那个既视感。当然，整台车的车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灯就不是我的菜了啦。我觉得它的这个尾灯要么就直接连贯啊，要么就短一点，这个感觉有一点太长了。然后，当然打开尾盖的方式也是一个自动尾门，这个尾箱空间真的很大。然后听说它里面还有冰箱啊，这个冰箱有可能是选配啦，可以放香槟进去啊，看起来就是可以放很多行李箱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这一台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门呢是没有门框的，是一个 frameless 的设计。还有就是它的 side mirror 非常特别哦 ，side mirror 没有 mirror 啊，它是 side camera， 而且是一个自动关门，看到吗？它直接不用手拉的，直接关下去，然后还有一个自动吸附的功能哦，直接把这个门好像 vacuum 这样子吸进去。所以只需要坐进车里面踩刹车呢，或者按一个按键
间，这个车门就会自动的关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车的 Sport Rim 啊，这个 Sport Rim 呢是一个双色调的 design， 然后有黄色的 brake caliper， 这个 brake caliper 应该是一个 Six Sport 没有错的话啦。然后尺寸方面是255/40R21，255的宽度啊是跟我的 Honda Civic FE 一样啊，可是它的轮胎呢是21寸啊，21寸的 Sport Rim 真的非常的巨大啊。然后用的是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C，Continental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啦。Premium Contact C 就是我的 Toyota Vios 的那个轮胎一样的，可是当然这个尺寸是来得更加大啦。然后车身侧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线条啊，是从 Fender 这边直接延伸到后轮去哦，所以就会让这辆车的车身侧面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啊，就比较有一个分段式的 design。然后这辆车它的这个头部空间相信应该不会太多，因为它是比较 Sport Coupe 的那种感觉。当然车顶呢是一个全景大天窗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侧面这边也是有一个 Denza 的 logo。打开这个是油箱盖哦，另外一边应该是用来充电的，因为它是一个插电式 DMI。然后这里有写是 minimum 可以用92号的汽油，就是 RON 92的汽油啦。也就是讲这台车来到 Malaysia 呢，打的油我们打95是绰绰有余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车门呢，它的 design 跟颜色看到吗？自动关起来了。design 跟颜色方面是米白色搭配一个酒红色，有一点像巧克力色，可是又有点像红酒的颜色。在 interior 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颜色的这种色搭啦，我还是比较喜欢深色、黑色、灰色的这种 design。然后可是中间有一个很巨大的荧幕啊，那个荧幕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画质在画面上你们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我在现场看到是非常的高清啊。然后后座方面呢可以看得出就是它的这个椅背倾斜角度 very good， 然后这个头顶上面的这个枕头啊超软呢，这个应该开这台车坐在后面会很容易睡着啊。还有就是还有按摩椅功能，现在正在启动，所以这个背部啊是有人在顶我，这样子顶一下顶一下，感觉还算是真的是不错。然后当然这辆车是属于一个感觉上是一个载老板用的车啊，所以这个后座空间感非常的好，腿部空间很大，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化妆镜，还有自带灯光。这边呢有一个 Air Vent， 这个是冷气出风口，中间也是有冷气出风口，所以整台车给我的 feeling 就是来跟 Boss 啊，就是一辆 Boss Car 老板的车 ，very good。然后它又不失这个很 sporty 的外观，我很喜欢这个 design。然后门呢是电动的，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关起来了。这个你给20年前的人看到啊，以为有魔法，所以这台车你们觉得怎样？我觉得整个 design 就是很有我个人喜欢的那种设计语言，比较 sporty， 可是后座又超级舒服 ，interior 方面又有很多很 fancy 的这些设计，大荧幕啊，用电子荧幕的方式来做到望后镜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目前比较少看到的，所以这台车呢，如果有机会引进马来西亚，不知道会卖多少钱啊？希望它不要卖太贵，这样可能我有机会也可以搞一台来玩玩啊。现在引擎盖是打开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个 DMI 哦，插电式混动，所以它还是有 engine 的，只不过它的这个遮罩板把整个引擎都遮罩起来了啦，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引擎实际上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因为这个 showroom 今天才发布这一台车嘛，所以有很多气球啊，把整台车的这个车头都遮起来了，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做更加完整的这个影片给大家看。如果有机会可以试驾到这台车是更好啦啊！大家喜欢这辆车的外观吗？喜欢这辆车的 design 吗？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这台车。当然，来到 Denza 的 showroom 不只是有这一台 Z9 GT， 还有很多其他车款啦，包括这一台 N7， 这一台 N7 的最直接竞争对手啊，如果来到马来西亚的话，我相信应该就是好像 Atto3 啊、Cherry 的 E5 啊，还有我们 Proton E-Mark7 这个车型呢，它是一个 N7 啊，然后这一台车的整个 design 呢，也是没有这么 fancy 啦，就是整个外观比较像是我个人喜欢的这一种简单的设计，然后又不失一些运动风格。你们可以看到整个前脸的设计也是很 sporty， 然后这个大灯里面呢，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 Y 型的 daylight 啊，有一点点 Lamborghini 的 feeling， 里面是有 LED projector headlamp， 还有下面有一条 daylight 这样子。轮胎尺寸方面也是非常的巨大哦，245/45R20，20寸的 Sport Rim， 然后它
它是整个遮罩起来的，比较看不进去里面。但是其实仔细一看哦，里面可以看到是蓝色的 brake caliper， 而且是有写着 Denza。哇，这个低调的美啊，藏在里面，平时看不到。可是如果你把 rim 换掉，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蓝色的 caliper。这一个小心思，我个人很喜欢啊。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台车也是有非常多的侧面侦测镜头啊，看到吗？这里有一个镜头，然后在 side mirror 这边也是有2颗镜头，是为了做到车身侧面的侦测啦。然后整台车呢是比较像一般上的都市型 SUV design， 可是车尾就真的是非常的有德系设计感风格啊！我很喜欢这个车尾，这个尾部呢看起来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心中想的那一台车，对不对？所以如果这台车啊价钱只需要那台车的1/3或者一半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 design， 是不是 very 的 good job 嘞？我个人觉得这一个 design 我个人很喜欢，然后这一辆车来到马来西亚的几率也非常的大啊！这个是一些内部消息啦，所以我们一起期待这台腾势 Denza N7 来到马来西亚。OK， 今天一口气拍了很多部影片，可是你们看到的时候呢，是一步一步的呈现，所以其实我现在真的超累了。接下来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这一趟中国长沙之行的一些新车款啊，然后当然还有一款车即将来到马来西亚了，很够力的这辆车来到马来西亚一定会掀起一波风雨，也可以讲可以掀起一个很够力的海啸，因为目前马来西亚那一个品牌一家独大，卖了很久了，而且也换代了几次，都是它罢了。现在这一台即将来到马来西亚的车款，应该会把那一个品牌的车打下神台，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部影片，我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车款啦。而且那辆车确定 confirm 会来马来西亚，而且是右驾版，已经可以让我们试驾了。我们明天将会去做更加完整的测试内容，所以记得继续锁定我的频道。还没订阅的朋友，赶快订阅，小铃铛赶快跟它嘟下去，都是免费的 free 的。这样接下来我在 upload 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内容了啦。好，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